上期视频讲到的纳指运线阻力位，昨天被跳空突破，是不是新一轮的上涨即将开始？英伟达成交量持续萎靡，是阻力吸售还是无人问津？特斯拉连涨了2天之后收出了一根十字星，还能上车吗？大家好，我是 Harry， 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16号。今年 AI 相关的股票呢连续疯涨了，昨天很有意思 ，AMD 飙涨了7%，ARM 涨超8%。英特尔却只涨了2.68%，而且还收了一根阴线。为什么 CPU 三兄弟的差距这么大？今天呢，我们会用对比的方式把这三兄弟的短期走势掰开揉碎，讲清楚谁在真的涨，谁在跟风，谁在掉队。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一定要看到最后。先上内容预告。第一部分呢，我们会结合道氏理论和几种常见的出货形态，对纳指做一个全面的拆解。顺便呢，找出 QQQ 相对安全的买点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压力位。个股方面，英伟达、特斯拉、台积电都会讲到。上次呢 ，Harry 说过英伟达、特斯拉的短期走势偏弱，这个结论会不会被推翻？还有 AI CPU 三兄弟 AMD、ARM 和英特尔通过横向对比，找出操作上的不同节奏。好，我们先进入到第一部分，纳指走势。纳指昨天呢跳空高开一根阳线直接拉起来了。这个原因呢，大家都知道，因为周末呢，美伊谈判出了利好消息，但是问题来了，这种基本面的利好能不能够给美股带来持续的上涨动力呢？大家是怎么看的 ？Harry 的看法呢很简单这个只是短期的助推。从华尔街的道氏理论来说，它有一个这样的说法：所有的政策、业绩、利空利好、突发消息以及内幕，往往都会反映在股价的价格当中。而当这些信息影响消息的时候呢，股价就会回到它本来的趋势上。所以相对于短期的一个市场突发反应，我们更应该抓的是中长期的趋势。那同样是道氏理论，对于趋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当前高不断的低于前高，而且呢前低也不断的低于前低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整个市场是由牛市转熊市。那反过来，如果低点不断的高于前面的低点，而高点也不断的高出这个前面的高点，就意味着这一段走的是熊市转牛市。所以呢，当这个消息面退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价格的变化、K 线的变化去捕捉一个趋势以及交易的关键位置。有人曾经说过这是一门经验的艺术可以提高我们作战的概率。那平时呢，我们用的这个山海趋势图呢，就是一个可视化的工具，可以通过这样的懒人办法来判断一下到底目前这个大盘以及个股的趋势是怎么走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纳指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要秉持一个由大到小的原则。首先来看一下月线和周线。好，月线的形态呢，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子带的宽度没有收窄，但是呢 K 线的位置略高，而且6月份的下影线比较长，对吧？好，我们再来看周线，同样的周线子带的这个宽度也是非常健康的。但是呢 K 线离这个子带的位置同样比较宽，而且这个地方出现了逃跑小人，短期看起来呢确实有一个回调的概率好，那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再回到日线图，我们会发现目前日 K 呢是一个黄带的走势，意味着短期向下的概率还是有点高的。那往下走呢，我们首先要想到的就是周三关于这个 Kevin Walsh 的发言，如果他的发言是偏鹰派的，那这个市场呢就很有可能随着这一波消息面来进行一个回调。当然现在呢谁都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也有可能是偏温和继续的向上。但我们刚刚也说了不用特意的去猜这种消息面，谨慎的呢你可以去避一下先回避一下，但是呢胆子大的你可以先留在车上。目前呢肯定是不建议大家去加仓的这有一种博彩票的心理。单从这个技术面来看呢，短期确实出现了一个可能下探的概率，而且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个 M 顶，属于一个顶部结构。那我们呢顺便复习一下常见的一些顶部结构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图。常见的顶部结构呢包括了头肩顶、M 顶、双重顶或者是三重顶，以及这个圆弧顶和扩散三角形。那这些形态一旦确认呢，这个大盘或者个股的下跌的概率就会加大，而且这个下跌的概率呢也是不一样的。头肩顶的下跌概率呢会高于 M 顶、双重顶和头肩顶，那么这3个图形呢又会高于圆弧顶以及扩散三角形的下跌概率，其中呢头肩顶是最凶的。所以呢从点位上来看，如果这个 M 顶走着走着变成了一个头肩顶的结构，那么它的概率就会加大。那我们从点位上来看呢，首先第一个要盯的点就是这个前小山峰的顶点26711的位置。
今天和明天两天呢，我们要重点的观察指数碰到这个位置的 K 线形态是什么样的，是阳线还是阴线啊？是实体很长的 K 线，还是这种十字星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假如今天收了一根十字星，或者是这种实体比较小、上下影线呢比较长的 K 线，那么说明呢这个市场在观望。这个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盲目的追高，一定要忍住手啊。那我们对应的来看一下 QQQ， 很多人手里都有 QQQ 啊。QQQ 的走势呢，应该说比纳指稍微好一点，因为它的这个紫带呢，并没有变成黄带，只是在收窄。上方呢这个高点748的位置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如果突破了，就说明这个多方的力量非常强势。那下方的支撑位呢，第一道我们看到的是这个1号 K 线的位置，大概是718的位置。如果跌到了这个位置撑住了，那就很有可能是另一轮上涨的一个起点。如果继续往下跌呢，我们就要看到系统给出的这个693的位置，也是1号 K 线的底部位置。好，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这个策略很简单，基本面配合突破了748，那我们可以加仓。如果回调到了718撑住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支撑加仓位。如果继续往下跌跌到693呢，就是下一个观察位。目前呢 Harry 还没有看到这么低只是呢提前做一个心理准备。以上呢就是关于纳指和 QQQ 的一个拆解。好，我们先来看英伟达。英伟达这里呢有一个关键词叫缩量反弹。昨天呢这个消息面一好，对吧？它就跟着涨了一根，但是呢下面的成交量是缩的。如果你听过 Harry 上一期的视频，应该还记得我提醒过，这个地方呢转成了黄色飘带，原来的支撑的作用变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当这根 K 线直接的往上飞到这个地方呢，大概率是碰到了一个压力位，加上呢底下这个缩量有一点点这个量价背离的意思说明呢它上涨的动力偏弱。所以呢，对于英伟达短期的走势，我们的步子不能迈太大。我们可以看今天1号 K 线的这个位置212如果今天能够稳住这个地方并且站上去，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第一个观察位，就证明呢这里的这个上涨动力还没有完全的衰减。再往上看呢我们上方的阻力位不会太高，大概就是黄色带上沿216到217的位置。按照这个阻力的逻辑价格碰到这个地方呢，很有可能就会掉头向下被打下来。那往下看呢，我们第一个支撑位是在这个系统的地方，大概是205的位置。再往下呢，就要到这一根钱袋子的地方，大概是200这样的一个更深的防守位。所以呢，目前英伟达3个关键位上方217，中间呢205的支撑，下方是200的低点。操作上呢很简单碰到217呢，观察一下 K 线的强弱，弱了我们就得减。回调到205呢，如果撑住了，可能会有一波小反弹。如果连这个205的位置都守不住，那大概率就要去到200，甚至呢按照这个道氏理论可能会往下低点比前低更低这个呢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我的建议呢是以观望为主这种大票呢机会有的是，不要被这种短期的波动吓到了。如果是想做多的朋友我们可以等到确定的信号再动手。好，如果你想要做小波段呢，也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山海趋势图的一个压力位。这个黄带呢不断的向下，这个压力位呢就预示着不断的往下。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高抛低吸，对吧？那如果你是刚刚订阅 Harry 的频道的一个粉丝朋友，可以来领取这样一个见面礼这里呢给到大家一个7天的使用权限，可以点击右上方的助理老师联系方式，或者在评论区的置顶位置找到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呢会帮助大家来开通这样一个权限，来帮大家做个股的一个高抛低吸，或者呢用来看我们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好，以上就是关于英伟达的一个拆解。好，我们再来看特斯拉的一个形状特斯拉的 K 线形态呢跟英伟达有点像出现了蓝 K 加上钱袋子之后呢又出现了2根阳线，但这2根阳线呢这个下影线偏长，而且呢在昨天收盘的时候呢出现了一根十字星的阴线。虽然收盘价比前一根高出来，但是呢明显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压力的。所以呢英伟达我们给到的关键词是十字星出现十字星呢就代表了市场在观望，多空双方呢都在拉扯或者是有犹豫。那这个十字星呢刚好是出现在黄色带的压力位，所以对于特斯拉这个判断呢3个字，等确认今天和明天的 K 线怎么走，我们才能够决定下一步怎么动。那 Harry 呢上一期视频有说过这个特斯拉短期内呢我是不会操作的，暂时是以
观望为主啊，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好，点位方面呢，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能不能够突破这根1号 K 线的高点，也就是415附近啊。如果突破这个地方呢，说明它上涨的动能还没有完全的衰竭。但是呢，如果它连这个1号 K 线的低点，也就是这个系统给到的一个位置，大概是406的位置，都没有办法站住的话啊，大概率就是往下走的。所以呢，特斯拉现在的策略就是重防守啊，不要激进。好，这个是关于特斯拉。好，我们再来看台积电。台积电呢有一阵子没讲了，今天我们看一下目前整体趋势 ，Harry 给到的关键词啊，趋势延续。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子弹走势还是比较健康的，没有明显的收窄，对吧？而且它的低点呢也在不断的抬高。按照这个道氏理论来说啊，它的这个向上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那每一次回调到这个子弹附近呢，都会有一波新的上涨。我们再来看这里有一个结构啊，正好带大家复习一下阴阳平衡结构啊。从这根 K 线开始，绿 K 红 K 绿 K 红 K 绿 K 红 K， 到这里呢，这根 K 线呢应该是如果按照这个阴阳平衡是一根绿 K， 但是呢它是一根红 K， 也就代表了这根 K 线是一根异动 K 线。好，那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高点位置画出来，大概是425的位置啊。这个地方呢就能当成下方的一个支撑点。另外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跳空的缺口，按照缺口理论，这个地方呢也自然的形成了一个支撑位，432的位置啊。如果432的位置没有撑住，那大概率就要回调到425，也就是子带的上沿附近的这个位置啊，看一下能不能支撑住。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盘面应该怎么看？首先呢，我们要来观察它能否突破这根1号 K 线的高点，也就是442的位置，还是回落到432甚至更低，对吧？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呢方向很简单，向上突破的话呢，我们就选择向上；往下跌破，可能就会有一个短期的几根 K 线的这样一个回调。那加仓的位置呢，因为现在是子弹，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所说的432的位置，这里有一个缺口强支撑，如果站不住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到425这根异动 K 线的位置能不能够撑住。好，如果直接突破这个地方442的位置，那咱们就继续看高后面呢很有可能还有3号 K 线、4号 K 线，对吧？顺利的话呢，还有7号 K 线等着生成。整体来说呢，台积电的这个趋势还是不错的短期点位选择上呢，我们可以稍微大胆一点。好，这个是关于台积电。好，最后呢，我们来统一讲一下开头我们讲到的 CPU 三兄弟 AMD、ARM 以及英特尔。我们先来讲一下 AMD 和 ARM， 因为这两个它们的图形有点类似。首先呢，从 AMD 来看，今年的这个涨幅特别厉害，对吧？短期来看昨天生成了一根3号 K 线，这根3号 K 线呢，这里有一个粉色的钻石的形状这是我们的系统的一个标识，预示的这根地方呢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的形态，也就是说呢，这3根阳线动能是逐渐减弱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会出现一个三阳小顶的形态，这个地方呢就面临了一个回调的风险。所以呢，关于 AMD 的关键词Harry 给到的是三阳小顶这个地方呢有下坠的概率，但不是说这个地方出现就要马上减仓，而是呢要看三阳小顶之后的这根 K 线形态是怎么样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在出现了三阳小顶的形态之后，第二天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高于它的最高价的，所以呢后面的走势继续向上。那今天和明天的走势就非常关键了。如果周三 Kevin Walsh 的发言对科技股不好，那它下挫的概率和它的幅度就会很大。好，基于此呢，我们可以把这根 K 线的最低点530的位置呢做一个防守。如果今天跌破了这个位置强烈建议大家先出场观望一下。但如果它突破了高点558可以留一留也没问题。但如果你整体的这个风格偏谨慎今天呢还是逢高减仓一部分会更加稳妥一些，因为它实在是涨得太高了，任何的风吹草动可能它下跌的幅度都会比一般的股票要大。好，这个是关于三兄弟当中的 AMD。 当然未来呢它的这个走势肯定是长期向好的。好，我们再来看 ARM， 作为三兄弟之一，它今年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强势的。但是呢在这个位置同样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的形状，而且这根 K 线的下影线很长。那我们给到的关键词呢是空方发力，它下跌的概率要比 AMD 更大一些盘前的这根 K 线形态呢也是一根阴线结构，当然具体我们还是要看今天的收盘怎么样所以呢短期呢建议大家以防守为主。从长期来看呢，它的这个子弹发散的力度比 AMD 更猛
对吧？所以呢，短期谨慎，但是长期呢，我依然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防守位怎么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首要的防守位一定是这根 K 线的最低价，也就是369的位置。如果跌破了，咱们一定要选择出场。如果你是偏谨慎一点的朋友呢，可以在13号 K 线的这个地方画一根防守位啊。如果在盘中跌破了397的位置，出场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是一个更加稳妥、更加谨慎的一个操作方法。当然，你也很有可能错失掉它上涨的一个机会啊。任何的方案呢，咱们说都有好有不好。如果再往下呢，就要看到更低的位置。系统呢给到的一个低点是342，也是彩虹带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跌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加仓的机会。但是呢，我们这个加仓的决策最好要等到周三以后再做决定，会更加的稳妥。如果今天呢能够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也就是418的位置，咱们就继续看高啊。目前呢这个基本面的不确定因素太大了，所以我们要一根一根的 K 线去跟不用看太远，反应呢敏捷一些首先盯住今天和明天。好，这个是关于 ARM。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英特尔。它相对于它的另外2个兄弟来说呢，走势偏弱一些而且呢挺不一样的。那 Harry 给到它的关键词呢叫做趋势变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变了2次。第一次呢是由紫带变成黄带，由强变弱。那第二次呢是由黄带变成紫带，由弱变强。虽然它变强了但是呢它这里产生了2根黄色的 K 线，也就是意味着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加仓的。那同样的，对于这只股票呢，我们也要逐一的每一根的去跟踪只要它是黄 K， 我们就打消住加仓的念头。那什么时候适合止盈呢？如果今天跌破了3号 K 线这根黄 K 的低点，也就是126的位置，咱们一定要出场避险。下方呢，因为它已经变成了紫带，所以这个紫带呢就变成了一个支撑位，大概是115的位置。好，如果今天选择了出场，那我们来后面看一下115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上车的机会这个地方呢也是1号 K 线对应的位置。如果继续往下的话呢，系统给到的这个支撑点大概是在106的位置。好，这2个地方形成支撑。好，那相对于其他的2只股票呢，英伟达的入场位置可能会来得更早一些因为它出现了变盘，而且呢它的支撑位比较短，大家可以跟踪一下如果它后续的 K 线形态到了这些支撑点有强企稳的迹象，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加仓。好，大家会发现呢，我们在分析K 线的时候有很多的技术形态出现如果你们对技术分析也感兴趣的，特别是新加入频道的粉丝朋友也可以通过添加 Harry 的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加入到 Harry 团队的内部课程的学习当中。好，同样的可以点击评论区助理老师的联系方式，获得学习的一个时间表。那我们每一周都有不同的内部学习课程，大家要及时的把握住。那以上呢就是关于今天的个股解读，如果大家觉得对你有帮助，希望大家能够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有其他想要了解的股票呢，千万要记得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会逐一的做一个交流分析。好，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